各位网友，大家好啊！当我们到全世界旅游的时候啊，都想到一个旅游景点呢、很好玩、很酷的地方，对吧？那么有一个外国人啊，在这个 Reddit 或者 Twitter 上面呢，他发文在谈一个话题呢，就是他们到出去玩的时候发现呢，中国虽然有几千年历史，但是它的不酷，日本、韩国反而很酷。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日本有这个动漫二次元是吧？韩国有韩流啊，这个 K-pop 是吧？韩剧是吧？日本的什么火影忍者啊、海贼王啊，这个名侦探柯南是吧？那么多好玩的东西、很酷的东西，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呢？中华文化据说也是博大精深，为什么不行呢？那么玩出来谈这个话题啊。那么未来应该怎么做更好一点，对吧？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酷，对吧？首先谈到什么叫酷啊？酷说白了就是好玩、有趣，是吧？有个性，对不对？这叫酷，对吧？那么为什么中国不酷呢？第一个原因呢，玩书分析呢，在于国家主导文化产业。中国呢，这个政府呢，是吧？他这个要求这个讲出中国的好故事，是吧？发出中国的好声音，他总是宏大叙事，一谈起来就是伟大、光荣、正确，是吧？这个宏大叙事呢，一般人我们说我们个性化，我们都是小众的，对不对？你像这个的元素，是吧？典型的一个小众，是吧？年轻人搞一些街拍呀，是吧？年轻人一些时尚啊，搞一些这个特别的文化，对不对？所以搞起来一种叫元素潮流，对不对？同样，这个韩国的这个 K-pop 也是这个自嘲自己讽刺自己幽默的文化。你看那个江南 style 是吧？那个钢棒棒当撒嘎那个一听起来大家觉得蛮过瘾是吧？这个好模仿是吧？所以这个文化就起来了。那么中国呢是国家主导，那一主导的话，后来呢就是都是宏大叙事是吧？那个就不好玩不过瘾，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各个这个旅游景点各级政府它的限制很多，限制了这个艺术家的一些创新。比方说这个像这个日本的同人文化，对不对？就是一种什么恶搞这幽默对不对？你有那个主流官方的一个东西之后，我们还搞这个是吧？还在搞个这个同人同人圈是吧？让大家在交流搞些小产品这个是吧？好玩对不对？再把这个剧本再写一写这改编，搞点诗词，搞点唱歌，搞点舞蹈。恶搞也可以，对吧？这个就很丰富了，对不对？你像中国实际上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那些产品这个是吧？你像这个除了这个德云社相声这个不说了，你看这个李诞的这个效果文化公司搞得不错嘛，脱口秀大会每年搞一次是吧？搞得越来越火爆，但是某一个李浩石你讲了什么军队的是什么一些话惹到了这个政府不满意了，把他封杀了，还发了这个效果文化1355万，你看把效果发的发的肉疼了是吧？很多这个就不让演了，封口了，是吧？你这个创作一定是自由创作，对不对？不能给太多限制，一限制他就发挥不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包括各地的这个政府这个有些问题我记得这个之前有一段这个。有个姓黄的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嘛，是吧？搞了一个顺口溜，唱的蛮合拍的当时我记得湖北的还有一个这个旅游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副县长嘛一起跟他一起唱，还搞蛮有意思吧？当时是哪个地方？我记得好像是不是随州是吧？那附近的地方，就是在湖北襄阳那一带是吧？是吧？搞一搞蛮过瘾的，对不对？但是很快估计。在同类里面就属于什么凤毛麟角，要把它打压，要把它掐尖子，把它掐掉，是吧？中国就善于掐尖子，你谁冒头了，你也搞得过火了搞得不是跟主流文化相匹配了，不是那个宏大叙事了，不是伟光正的，那你都应该把它铲除，把它剪掉。所以这就阻碍了中国这个很多这个像民间的艺人民间的文化是吧？这个私企的文化就得不到这个兴起。你像
韩国的 K-pop 那就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文化嘛，各公司是吧？那个招聘这个演员是吧？大家团队制作是吧？哎，然后呢，打造一个产业出来，这个不容易的，对吧？所以这个不管是日本这个动漫它二次元的文化，还是韩国的这个 K-pop 文化，那都是靠有产业来支撑的。你产业把它剪掉了，那你后面是吧？你把这个中国的效果文化把它砍熄火了，那他肯定就没有其他人就更不敢干了，对不对？所以这限制了这个民间的这个发挥啊。完说我讲一个我自己例子吧，你看我在背后打的一个这个啊。一个广告语叫什么叫一城江湖水，千年汉楚风，啥意思呢？就是当年在武汉，他们为了推广武汉这个旅游这个品牌是吧？希望给武汉呢给一个这个广告语，向这个社会征集王叔当时也报名，王叔自己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人之一也报名写了我写了这个10个字叫一城江湖水，千年汉楚风，是吧？来表达对武汉的热爱，武汉这个文化，对吧？哎，后来呢，我们还配了图，logo 都设计好了准备拿他的奖金10万块，后来1分钱没拿到完事呢，王叔后来托人在里面打听了一下，为什么没拿到呢？为什么王叔这个我觉得他写的蛮好嘛，因为后来他搞这个什么这个大江大湖大武汉这个字是精炼一点，但是讲的是事实武汉这个湖北是吧？大江大湖是吧？长江大湖是吧？这个各个湖很多是吧？东湖、西湖、这个西北湖是吧？但是没有文化内涵呢，讲的是事实有什么用呢？我们开玩笑说，当年说写首诗长江这真长是吧？黄河真黄你这个。你这叫描述好不好？没有文化，对不对？一看就没有文化。王叔那么有文化的就没采用，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大家兄弟们据说这王叔这2个字里面，这个厨房的禁忌江湖水。要知道当年是谁是当政的江泽民是吧？胡锦涛这2个人，你一说江湖水了。你是攻击中央领导人，这个帽子给王叔扛上去了，那能够评选第一吗？不可能，是吧？后来当年我在那个什么论坛上打入这2个字，江湖就打不进去，对吧？你江湖2个字没法写，真打叉叉的江湖说不进去，是吧？你这说影射这个领导，就跟现在一样的，你说一种美食，你说不进去，对不对？你说不进去，对吧？好不好？中国所以说。这些这个无聊的东西是阻碍了这个民间这个发展，对吧？我说这一层再讲下一层，怎么呢？就是中国没有一种自由的这种基础和机制，缺少包容。你比方说，你穿个什么中山装在日本是吧？在日本去玩到日本靖国神社你到日本是什么地方这个什么新斋桥去玩，你穿个什么啥服装，人家不会管你，对不对？你在中国穿个和服试试看，对吧？马上把你抓起来打一顿，是吧？这个文化它不包容，它还比较落后、比较野蛮的一个文化，对吧？它这个仇恨文化还一直在宣扬，是吧？根深蒂固，要仇日仇美反正哪个国家先进仇哪个国家，哪个国家这个是吧比我们强就仇哪个国家。你这个东西搞的这个是吧？所以你像这个美国能够产生功夫熊猫呢，对不对？功夫熊猫，你看本来功夫熊猫在中国产生很自然，但在美国产生功夫熊猫，中国还把它批判了一下，你是吧？这是恶搞我们的这个国宝熊猫，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应该向美国学习包容的文化。你像美国再怎么说，你看美国川普是吧？搞那个什么那个川普一上台一个动作是吧？那个动作是吧？我觉得挺好，对不对？对吧？活动身体是吧？大家练一练，搞一搞是吧？是吧？挺好的，是吧？是吧？好学好模仿，是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是个压制的文化封建王朝那个时候就是皇权往下压制我说过一个观点，中国的文化从秦国统一中国之后从秦国这个侵略其他国家之后，好不好？那就不行了。那之前还有这个百家争鸣诸子百家这个是吧？后来就越来越统一了，就完蛋了。但是即使这样，
中国这个民间文化不断的发展，你看什么唐诗啊、宋词啊、元曲啊，是吧？还有这个是轻小说啊，还在不断的是硬生生的从土壤里面挣扎出来。哎，就跟台湾那个当时在戒严文化一样，有戒严的时候，他那个是吧？是吧？有日治期，有戒严期，那一样的，当时的这个文化还能拔地而起，是吧？像这个雨后春笋啊，时代不用说都是破地而出。你像我觉得我们中国这个《红楼梦》，对不对？曹雪芹写《红楼梦》真不容易，是吧？写了好歹写了120回，剩下80回，那40回不掉哪去了？为什么？东藏西躲啊，是吧？他写起来还写什么绅士隐啊，是吧？人家还隐射，你避免怕说当时朝代的什么事儿，这写多难呢？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这个是吧？没有这个文化的民主的基础没有，所以呢压制了这个中华的这个文化的这个独特性啊，也就是酷感，没有这种酷感，没有像这个日本的文化那种酷感啊，没有像这种韩流的酷感就不够啊，这是主因。那找到这个主因蛮简单，是吧？多给自由，放松管制。国家你主导你的，你不要管他们就完了。国家你说你伪光正，你说的，人家小年轻人想怎么玩怎么玩，就这么简单。这样的话他就文化就能够出头，能够发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像中国有那么多人口，有那么大地方，也有那么长时间的这几千年的历史都有记载，对吧？汉字是吧？这个是吧？这个诗词歌赋是吧？这个书法武功啊，是吧？完全可以推广出去，对不对？并且还可以发扬壮大。你看这个是吧？李小龙是吧？把中国功夫带到了美国，对不对？这个后来大家知道什么叫咏春拳是吧？咏春拳打得快准狠，打得很好，大家可以练练是吧？这强身健体都是好，既好玩也好用，也实用，对吧？所以我觉得中华文化呢，不能一概而论都把它否定，看我们怎么去挖掘，怎么去找好玩的地方。你像上次玩说到泰南去玩也是，到泰南那个攀牙湾啊，本来玩的蛮好的，各种风景呢。后来这个导游又这个船老大又带着一个伊斯兰的一个水上市场嘛。都是伊斯兰在卖东西的太多了，是吧？你这个适当的搞点经济元素，我觉得可以的，是吧？但你太多了，我不光说都是中国，泰国啊，你搞太多了。水上市场是泰国的一个文化，当年对不对？你把它开发，你搞得到处是水上市场，是吧？到处都卖这些东西，对吧？都是搞不从中国进来的东西，对吧？你这个有啥意思，对吧？你搞那个独特的东西，好玩的东西，对吧？你像攀岩湾，当时我看的话，当时攀岩湾当时当地有那个少年那个足球队，是吧？还有挺出名的，是吧？你把它足球文化包装搞得多好呢，对不对？是吧？中国的很多地方啊，这个包括乡镇的，是吧？所以中国也好，是吧？几百个县是吧？但是呢，大家都差不多，都是搞的仿古节奏，仿古那个建筑啊，搞的都是吧？仿旧如旧。但是你这个老套路，你应该玩点新花样，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新的，是吧？你像这个广西桂林呐、你们可以搞一些民歌对唱，是不是啊？啊，你贵州可以发掘一下啊，这个什么这个王阳明的这个是吧心学文化，是吧？对不对？大家很感兴趣啊。王树元到湖北的赤壁去讲课，哎，有几个日本人过来，就也想看看这个赤壁大战的现场啊，对不对？你把这个文化把它这个包装啊，把它挖掘出来，对不对？多好了！你不要去搞这个大一统啊，大家都一样的东西。所以呢，这说来说去啊，就是一句话：有自由就有酷，有自由就有酷文化，没有自由哪来的酷的？好不好？这是玩叔给文化人提建议啊，讲的不对的地方啊，请大家打在屏幕下方与玩叔互动。好的，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